圣上是真龙天子，权力至高无上，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？要知道，这可是杀头之罪呀！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，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？大宋建朝几十年，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，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？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？本王还真不太清楚。你父王起兵时，我父乃北汉名将。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，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。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，也想归顺于他。可就在这时，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，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，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。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。父皇之所以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。也许吧，可是我父亲不顺降，也不该指责。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，你叔父和当朝皇上10几次围剿木克寨。王爷，您可曾想到，那木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？所以，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。明白了。哼，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，本公主自然高兴。哎，公主，2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，多解气呀！还宏伟巨制呢，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。您看，站住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哟，是公主啊！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。哦，我那宏伟巨制啊，已经完成了，绣工们正忙着绣呢。我这不闲来无事吗？你这挺好。你说画完了图？对啊。怎么可能？嘿嘿，本姑娘啊，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字儿，快。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，穆桂英，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。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，不过我告诉你吧，要是在白天呢，我这就咔咔咔咔咔，一定是精美无比呀。哎，公主，咱可说好了3天之后才能看，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！哼，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，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。哈哈，那就好。哎，反正呢，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，该做的呢都做完了，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。哼，放肆！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？对呀，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，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。啊，好，本公主就带你转转。走，公主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。圣上，圣上，这，下去，去！哎呀，皇兄啊，哎呀，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，朕想了一宿，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沐雨的做法有点不妥呀。过错在沐雨身上，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，他自然不能例外。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儿，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。毕竟沐雨是个刚烈之人。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，
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，想必沐雨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。沐雨是个难得的将才，朕想召他入朝为官。这事儿好说，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，臣前去劝说。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。这件事能办成，朕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但等凯旋之日，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，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，朕也就原谅他了。但是在厅堂之上，非跪不可。臣会提醒他。朕再睡会儿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这皇宫的房子呢，确实比木克寨大点儿。这大是大吧，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，缺乏生气。还有，你看他们，跟木头一样，一点神气都没有。在我们木克寨呀，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，可和气了。你看看他们。你看木头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。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。穆姑娘啊，你看，这把你请来，你就是客人，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。你就在这吃吧。在这儿吃啊？啊，哎呦，这不大合适吧？我还是回刺绣部吧。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这吃吧。别客气，穆姑娘。那谢谢公主了。请。哎，公主请。请。哎呀，这就是我的房间。你的屋啊？到这儿来干嘛呀？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，用膳吧，请坐。哦，这花是送你了啊！哎呀，哎，且慢，等公主一起来吧。少夫人，您可说笑了，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，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。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。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，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，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。所以呀，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，不叫失礼吧？不失礼，不失礼，不失礼。来，咱俩干一个啊！哎呀，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，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？那好吃，您就多吃点啊。好吃。海棠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你看看这菜，这么粗糙，跟猪食差不多，看着人就心烦，哪还能吃得下呀？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？我告诉你吧，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。是吗？不信你尝尝呀，尝尝。哎呀，本姑娘知道了，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你命贵。我就是一个奴婢，谈何命贵呀？啊，不，你是贵人之相。是吗？哎，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，你想知道吗？什么秘密呀？当今圣上是你亲爹。
不可能，这不可胡说，不可胡说的呀！我没胡说，圣上啊，真是你亲爹。不是，绝对不是！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的呀！你看这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。不可能！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说了。哎，放心，你别紧张，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。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，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！不，别说了，我不听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应该是好事儿啊！这圣上是你亲爹，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？啊？因为根本就不可能，我家在岷县，根本就沾不上皇亲。这孩子怪可怜的。哎，当然了，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，这圣上啊，去岷县微服私访过，才有的你，或者呢是去打猎，才有的你。别，不是，不可能啊！你当然不知道了，不信你去问你娘去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您快吃东西吧啊！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？那行，别紧张了，咱不说这事儿了啊。哎，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，就你家那小姐，公主啊。公主怎么了？是假的。少夫人，你可不能乱说啊！这公主绝对是真的。明妃，可是她的母亲。这我知道。这事儿啊，关键不是我发现的，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。哎，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。当初啊，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，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，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。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，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。啊，公主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公主啊，迟早会来的。来，走。我问你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了？你信口雌黄，你该当何罪？哎呀，我跟海棠闹着玩呢，你还当真了？你拿本公主开玩笑，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？你罪该当死！公主，别的且不说，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，朝廷命官，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不用我说出来吧。不过说心里话，我倒是不介意。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，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？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，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，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。不用送了。公主，你哎，赶紧的啊！哎，这块得快点啊！哎，抓紧赶制啊！快点儿！来，没事。您喝茶，少夫人呐，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！哎，在您的带领下呀，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。奶奶，您吃一块。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？这皇宫我去了，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。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？啊，这如何是好啊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。宗宝，你冷静点儿。那公主提出来，我们不同意，岂不失礼？桂英不懂礼节，已经冒犯了圣上。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，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。明天到了日子，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。好，娘，如此兴师动众，圣上
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不高兴就不高兴吧。不过，桂英再冒犯圣上，圣上若想治罪于他，怎么办？是不怕，老身自有办法。啊，娘，你真行啊！奶奶，您再吃一块。吃。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，父皇还记得吗？那当然了，穆桂英夸下海口，真想见识见识啊。她说话一向不着调，父皇千万不要听她的。哎，可朕听说她真是有本事啊。那是武艺和用兵，在刺绣上她一窍不通。孩儿的意思是，您要真看见了她的着作，可千万别计较，千万别治罪于她呀。现在她是杨宗保的夫人，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，父皇治罪于她，不利于出兵的。朕早就想到了。哎，您慢走。啊，叩拜圣上！哎呦，免礼叩拜免礼，圣上佘太君，哎，请起身。谢谢圣上。佘太君，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，把天波府搅得不安呐。啊，我这孙媳呀，刚刚入朝为官呢，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，望圣上恕罪呀。哎呀，太君，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，你要处罚她。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。哦，谢谢公主。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，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，朕也都理解啊。谢圣上。太君，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。好啊，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，老身深感不安。哎，来，请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上驾到！叩见圣上，吾皇万岁万岁！桂英，你怎么还不下跪？快跪下！啊，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，不要太苛刻嘛。不过到了厅堂之上，可不能这样了。啊，凭什么？谢圣上。穆桂英，你说3日之后，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，朕来了，能看看你的作品吗？来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穆桂英啊，你让朕刮目相看呀！来，穆桂英，这幅刺绣起名了吗？请圣上赐名。海浪长空，山川河流，大漠孤烟，花鸟树木，应该叫锦绣河山呐！啊！谢圣上。少夫人，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，知道你的画工不高，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？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？哎，怎么讲话？哼！来，扶好喽。笔。你看，
奶奶上座。奶奶不上那儿坐，就坐这儿。来，好。桂英啊，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，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，这都挺好的。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。你想啊，公主她心里犯堵啊，再无所顾忌，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？哦，他给桂英使别腿，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？哎，就算是他对他这样，他也不该对他那样。桂英啊，奶奶说的不过分。你想想啊，公主打小就喜欢宗保，如今呢，是你们两个成了亲，她心里伤心至极呀。况且此事一波三折，搅的是满城风雨，她又失了大面子。你说，无论从哪方面说，她想出这口气都不为过。郡主，过2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啊？什么？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，此事方可平息呀。奶奶，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？嘿，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，奶奶是教导你们呐，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。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。好，奶奶吃苹果啊！好，奶奶吃苹果。给我吃吗？公主，那穆桂英不来学，正好顺水推舟，省得见了她心烦。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？她画出了宏伟巨制，锦绣山河，出足了风头。这事要不了了之，丢人的是我。那这么说，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？怎么去啊？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，还能再来请我吗？公主，郡主来了啊！公主，公主，这些日子身体可好？已经没事了，坐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我们杨家的人啊，都担心着呢。谢谢。看到公主身体康健，我们天波府的人啊，也就都安心了。这样吧，今天中午您过去，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。您也好再教桂英。姑姑，我谢谢您，还有老太君，我跟姑姑亲如一家，就没必要客气了。我想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，连父皇都赞叹有加。我再去，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？公主，您言过了，您去天波府啊，我们都高兴。再说，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，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？要不是您教导她，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？别管你愿不愿意的，公主啊，她都得教你。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、出了名，就飘飘然起来了。这礼仪礼节，你根本就没有掌握。再说了，圣上他能表扬你，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。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，这要是出征打仗了，跟士兵朝夕相处，不懂礼仪礼节，那不是露馅了？是，娘说的是。再说，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，她是为了你好，也是为了咱们杨家。姑姑，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。有些事儿啊，我做的也不好，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。姑姑，这儿啊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会用心的，少夫人也会努力的，对吧？疏影啊，你这儿我是100个放心，
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，又得罪您啊。就算是有点矛盾，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是，公主说的是啊。桂英，你看看公主多大度。桂英，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。公主，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。姑姑慢走。您慢走，娘慢点儿。穆姑娘，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，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。只要稍肯用心，就会掌握礼节礼仪。现在的关键呀，是你内心抵触。你说对了，你肯定觉得呀，天波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，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。这我得跟你说啊，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。公主啊，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，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，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，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。您听明白了吗？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？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？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，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。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，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？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这城里的东西呀，就是比你乡村的好。宫廷里的礼节礼仪，就是比你木刻寨的习俗强无数倍。错，不信您走着瞧吧，迟早有一天，本姑娘能改变他们。桂英啊，你给奶奶说说，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，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？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，可是她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。出征迫在眉睫，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？就是桂英啊，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，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。这应有的礼仪礼节，如果不懂，如何服众？对呀，他们不服，如何听你的令？合辽对阵，岂能不败？哼，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？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木刻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，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。哼，那是你们木刻寨的乡兵，不是大宋的正规军。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，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？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木刻寨呢？桂英，休得胡说！郡主啊，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，她就是打一个比喻。她说的也是事实。我杨家军确实在木刻寨受挫，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，木刻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。哎呀，你们那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到底谁说的对？老身也无话了。为了是非，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。真的？不行，就他这行为做派，给官兵看见了，岂不是耻笑？哎，不是，你如何得知啊？哎呀，娘，这还用试吗？你看，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？哎呀，不是，很难做出决断呢。只要断定了，不用我多说，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。再说，桂英已经为将，士兵对他不熟，自然缺乏信任。对，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？公主啊，哎，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？奶奶说的对啊，你看看，既然公主说了，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，试一试。谢奶奶。娘，要去我们一起去。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，我们呐也好给她遮挡遮挡。好，那老身
跟你们一同去。走，来，走，慢点儿。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，下面1对1格斗，胜者进入突击队，晋升1级。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。拜。那就不说了，听我的命令，第1排向前1步走，呈格斗队形，散开。啊，杨将军干什么呢？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。那让我们看看。是。大伙儿都听好了，要想得到荣誉，就战胜对方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开始！兄弟们，我有点儿不明白哈。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，可是为什么输了呢？哦，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？不是，我们打不过。打不过吗？我的对手块这么大，我打得过他吗？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，我实在抵挡不住。他就是他，他棍法好，没有多少破绽。你的对手呢，确实坨大，但是你要攻其不备，攻其下3路。能？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？他坨是大，力气也大，可他动作慢呀。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，如果他劈你的时候，你跳到一边，趁其不备袭击他，你不就得手了吗？啊？还有你，就那个，厉害吧？确实厉害，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，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，腹部就是他的破绽。他举棍之时，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，马上见效。不可能吧？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，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。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荣誉。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，那可太可惜了。怎么样？打！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。猴子别玩了，走，喝酒吃肉了。宗马，桂英，应该叫杨将军。哦，杨将军。哎呀，娘，你看这么不稳重，如何建立威信？怎么带兵啊？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？喝酒吃肉啊。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？他们刚才呢，只是侥幸获胜。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，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。他们都是胜者，刚才你也看见了。我是看见了。如果再战的话，未必能胜吧？哦，别至于不敢吧？你们敢不敢？敢！那请。请。走，快！
快！奶奶，兄弟们，刚才我夫人说了，如果再打的话，这边可能会胜。我不信，你们信不信？不信。那就证明给他看。开始！谢谢少夫人，谢谢少夫人。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，请起。少夫人，您的办法太好用了。虽然他块儿比我大，可这次我2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。刚才啊，我从心里怵他，那家伙劲儿那么大。现在啊，他打他的，我打我的，他一下没打着我，我捅了他6、7棍呢。少夫人，正像您所说，他确实有破绽。你看，他刚要举棍儿，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，倒了。这明白就好啊！双方交战，不光要使蛮劲儿，还要动脑筋呐。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，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。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，刚才我真想踹你们一脚。少夫人，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，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？对啊，就是。行。不过我们木克寨的姑娘啊，看不上熊包孬种的。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，我保证她们都嫁给你们。少夫人，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？啊，这求你了，少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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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求你了。少夫人，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。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；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；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；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。没出息的东西！集合！都给我站起来！站起来！面对敌人，一定要视死如归。不管对方多么强大，都要勇敢向前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小子，你没张嘴啊你！说话那么小声。再来！注意动作，整齐划一。听到了没有？臭小子，啊！你干嘛呢你？小子，我抽死你！住手！哎，你为何打人？他们都是逃兵。何谓逃兵？城池被攻破，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，而是弃城而逃。城池被破，将领先逃，怨不得他们。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，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？我不管那么多，他们就是逃兵。你看他们那个熊样，能有战斗力吗？他们会像瘟疫，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。不惩罚他们，难以服众。给我过来你！岂有此理！你什么你？要我说，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。将领先逃，怨不得他们。再说了，说的是，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，也没有投降辽军。要我说，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。可是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如此羞辱打骂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在我们木克寨，我早就宰了你了。桂英，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。
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！他再恨铁不成钢，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！如此下去的话，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？对不起大家了，对不起了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，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。